天地之间，万物皆有灵。仙山昆仑虚之巅有一块灵石，吸附三界灵力，又经真火淬炼，成为可倒转乾坤、起死回生的神器——千秋令。天界恐此神器引起天人妖魔三界祸乱，将其收归神殿，由真龙战神白岩看守。魔界修罗族魔尊玄一野心勃勃，企图夺取千秋令，统御三界。玄一带领魔军冲上天界，与白岩大战。羽族上神羽青深爱玄一，最终自毁元神，与玄一一起撞向千秋令，二人同归于尽。战神白岩以自身灵力引开千秋令，护下两界生灵。白岩以其混元寒冰神力，将千秋令投入离境天内无望海，并以自己元神封印了千秋令。无望海从此万里冰封，白岩战神亦从此沉睡冰层之下。此次仙魔大战，上神羽青犯下勾结魔界之罪，丹穴山羽族已受其连累，被天帝降旨逐出仙籍，不再位列神族。丹鹤爷爷，您看我这乌漆的羽毛，一点儿也不漂亮。要不然，我们就不拔了吧？就是，我老太婆就这几根体面的羽冠，要被你这个老东西给拔光了。我看那个什么白羽灵扇，也不管什么用啊。啊？是啊，丹鹤爷爷，霓凰都做了2把灵扇了，也没能召回他姐姐元神。我看这灵扇啊，根本就没用。之前灵扇不灵，兴许这把那就成了。如果霓凰能找回他姐姐的元神，兴许我们羽族还有重回神族的这一天。黑鹰，你做什么？把凌云放下！又帮他找姐姐，他那个姐姐是勾结魔族的罪人，找他回来是为了再害我们丹穴山吗？我丹穴山受众仙门的排挤，都是拜他姐姐所赐。他一个生下来就一身素羽的怪胎，我看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正宗的火凤血脉。黑鹰，你别胡说！霓凰姐姐曾是丹穴山的尊主，即便是天宫降罪，我们同族之间也不可以相互轻贱。你想怎样？来打我吗？霓凰，你姐姐被天庭降罪，除了仙界魂飞魄散，火凤一族早已不是丹穴山羽族尊主。黑鹰，路见不平，锄强扶弱，就连丹穴山刚刚长出灵羽的小雀鸟都懂得的道理，我又怎么可能会袖手旁观呢？就是啊，收拾他！你们这些蠢鸟，还敢跟他站在一起，早晚有一天受他连累，再遭天罚。霓凰为我们出头鸣不平，上天为何要罚他？该罚的人应该是你。羽青是罪神，他却整日想做什么白羽灵扇，想要复活羽青。若是被天庭得知，没准一并将他的元神也打散。到那时候，你们都会跪在我的脚下，求我保护。保护我们，就凭你这点修为？我修为怎么了？你还不是只会那点吐火的把戏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
黑鹰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当年我姐姐喜欢上魔尊，亦是被欺骗、被利用，而现在我要找回她的元神，就是要带她到天界好好讨个说法。我姐姐并没有罪，为何要降罪于她？牵连羽族本是不公，待我办完此事之后，羽族将重归神族，再不会被仙族轻视。霓凰，你等着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会把你赶出丹雪山。哼！谢谢大家帮我收集灵雨。霓凰，我支持你找回雨清的元神，是不想看你孤苦伶仃。天道自有因果轮回，不必强求。丹鹤爷爷，有你们陪着我，我不孤苦。现在白羽已收齐，这一次一定要成功。我已经失败2次了，现在我已经找到了使用这个扇子的妙法。灵犀增强了，难道姐姐的元神就在前面？你是何人？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不说话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离境天的结界完好无损，可是结界内却有灵力窜动，无法查看清楚。看你刚刚凶我的样子，还以为你修为极深呢，怎么一下就变回原形了？看来是在这里冻久了，脑袋都冻傻了。就用我这真火温泉，把你救活吧。听闻离境天那边出现了异动，可探查清楚
是因何故引起的？回禀天君，座下已赴离境天查看过，离境天结界完好无损，可是结界之内似有灵流涌动，玄思境也无法查探清楚。座下未持天君的入境密符，不敢擅入。结界处真的没有任何异象吗？没有。天君，当初战神白岩以原身封印千秋令，如今已过1000年了。这离境天中灵流涌动，怕是战神灵力复苏就要苏醒了吧？若是战神真的苏醒，实乃我天界一大好事啊！元幽神君，你且再静观几日，莫要打扰了战神重聚灵力。座下领命。原来是只修为尚浅的小凤凰，可它为什么能闯入离境天结界，还撞破了我的封印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枚灵羽似乎在哪里见过。离境天异动，真的是你要苏醒了吗？小白蛇，小白蛇，小白蛇，好好的一条蛇，你说它能去哪儿呢？有眼无珠。你醒了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自然是不知道。我可不是什么小白蛇，我是龙。是这3界赫赫有名的真龙战神。好了，不管你是谁，反正我是帮你把命保住。看来你恢复的还不错，不用谢我，我先走了。我活这么久，还没有人敢打断我说话。你到底是谁？又为何会出现在这离境天内？你最好如实回答我这个问题，否则的话，这里无窗又无门，又没有人看守，我自然是走进来的。走进来的？没错。你是从这离境天外走进来的？没错。这外面天气怎么样？冷吗？1000年了，离境天内终于有了光和温度。1000年？你说你被困在冰层下1000年了？是睡，不是困。有什么区别吗？哦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不是我闯进来的话，你会被一直困在这里。怪不得出来就问外面冷不冷。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是如何闯入这离境天的？
我叫霓凰，因为一位亲人离世，听说白羽灵扇可以把我带来，召回破三元神。可没想到，把我带来了这儿，破了你的结界。我的灵扇呢？灵扇呢？你这是什么眼神？不信我说的话？算了，你信不信不重要，我要去找我的灵扇。想逃？我说你这条小白蛇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救了你，一没要谢恩，二没要你报答，反倒处处逼问我起来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办，让开。事关三界安危，不说清楚，你走不了。三界安危，你也太抬举了。哎，你这怎么回事啊？我救了你，你还恩将仇报！你放开我！喂！冰下不会是有妖吧？我来帮你。快离开！我收不住了。霓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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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！我又救了你一次。醒醒，醒醒！他中了我的混元寒冰，再度灵力给他，无疑雪上加霜。
休息好了，就跟我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就跟你走啊？恐怕我要让你伤心了。我们虽然共处了一夜，我也救了你，但是我不会就此纠缠于你，也请你不要以身相许。我们之间的缘分就到这儿，还是相忘于八荒吧。在你未说出为何闯入离境天之前，你不能走。你就算想要挽留我，也不用一直说一句话。我救了你，你救了我，我们互不相欠。我说了，你走不了。你想要的那把扇子，我会帮你找到。我的扇子，我的灵扇在你这儿，你藏到哪里了？该还你的时候自然会还你。走吧。哎，战神将军，这可是战神将军啊，还不赶快行礼！谢过战神将军。起来吧。师傅，你可回来了。师傅，你竟还有弟子？恭迎师傅归来。我不在的这些时日，你的功力可有精进啊？清河守着银华宫，日夜盼着师傅，哪还有心思精进修为啊？狡辩！哎，师傅，这位是？这是我在离境天冰原之下新收的弟子，他出入天宫不谙世事，你要好好照料着，不要让他乱跑。我去找天君复命，去就回。是。弟子，你既是师傅新收的弟子，那便算是我的师妹了。我可不是他的弟子，我是他的救命恩人。救命恩人，你没有搞错吧？师傅他可是拯救3界众生的战神，你救他？恭迎战神归来！恭迎战神归来！天君，战神封印千秋令1000年，终于苏醒归来，实在是3界祥瑞。天君谬赞，守护3界乃吾辈天职。1000年未见，战神风华依旧，此战袍赠礼，当之无愧。多谢天君厚爱，恭贺战神归来。1000年来，战神原身封于万丈冰原之下，如今灵力复苏，可还安好啊？多谢真君，白眼已无恙。战神归来，3界同庆。听闻此次与战神一同归来的，还有一位小仙姬，不知是哪路上仙？他是离境天冰原之下的一条小锦鲤，后来在我的灵力滋养之下修成人形，我便将他收为弟子，带回天宫继续教导，望他早日能够业成得道。原来是战神新收的弟子，可喜可贺。这便是你的住处了。哎，你当真要好好学学规矩了。师傅是真龙战神，真不知道他怎么会收下你这样的徒弟啊！我自然不是他的徒弟，我是在离。星河，师傅，这大殿之内也太过于阴冷了一些，你想办法把它弄暖和些。哦，对了，把我的紫星罗壶也带过来，去吧。是。日后你再敢胡言乱语，我让你这辈子都说不出话来。还有，擅闯离境天的事，往后不准再提了，听到没有？说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擅闯离境天要遭10方天雷之刑，你受得了吗？
我自会到天君面前讲清楚，是那把灵扇把我引到这儿来的，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结界。再说了，你的结界未免也太脆弱了，我毫不费力就进去了。哦，你是不是怕天君责备你，所以打算把我赖上？就算你不擅闯结界，以你羽族的身份踏入天宫的第一步就是对天宫的冒犯，你脱不了干系的。羽族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好，离敬天的事情我自是可以不提，但是我羽族的身份连你都看得出来，那其他的仙君自然也看得出，又怎么能瞒得住呢？我已经跟各路仙君说了，我说你只是离敬天冰原之下的一条小锦鲤，在我的灵力滋养之下才幻化出人形。如今你便是本座座下的弟子。锦鲤，我是丹雪山火凤，你让我装一条鱼，我最害怕水了。水火相克，才不至于引人遐想。我已经把你的真身封印了，一般人识破不了。封印真身？喂，你真的把我变成鱼啊？臭死了！我的凤羽呢？你还我凤羽！你能不能帮我换个品种？这实在味道太大了。在封印解开之前，你只能是条锦鲤。真龙战神，我求求你了，那你什么时候能帮我解开？在你离开结界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帮你解开。那你什么时候能让我离开？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我的白羽灵扇。啊，对了，那日你在冰原之上跟我说，你有一位至亲，有多亲？相依为命的那种。相依为命，是夫婿啊？是姐姐。我的白羽灵扇把我带入了离敬天，肯定有它的缘由。要不是中途救了你，我可能早就找到我姐姐破碎的元神了。对了，你是真龙战神，你应该认识我姐姐吧？虽然时隔了很久，但你能不能帮我回忆回忆？或许能找着姐姐破碎元神的踪迹。你姐姐？白岩，你这银华宫未免太热了些吧？不热呀，刚好。怕是你在万丈冰原之下冻了1000年，冷怕了。回来呀，是要暖一暖。为了3界，白岩，你劳苦功高。不求功德无量，但求无愧于心。原本呢，各路仙君都要随我一同来探望你，可我念你刚刚苏醒，元气尚未恢复，便擅作主张，全都替你推辞了。如此甚好，还是你最了解我，知道我不擅长这些。来，请坐。你能醒来真是太好了。前些时日，探得离敬天突然发生了异动，我们还以为又有什么妖魔作祟，原来是我们的战神恢复了灵力，马上就要苏醒了。好，给你看样东西。这是前些时日我巡视离敬天在结界之外发现的一件法器。这把扇子虽然没有多大灵力，可是出现在结界之外，未免不同寻常。不过未免引起慌乱，在找到失主之前，我并没有向天君回禀。这不过是一把灵力甚微的小扇子，恐是哪个小神仙路过时留下的吧？也许吧。他人呢？谁啊？就是你从冰原带回来的那位弟子，能够在离敬天受你的灵力滋养，当真是一段难得的机缘。你就不该让我见见他吗？他不过是一条灵力极低的锦鲤，初入天庭不懂礼数，我怕领出来被大家耻笑，不见也罢。既然被你收为座下，日后定要在天宫行走。战神的弟子，难道你就不让他去各宫见个礼吗？如此藏着掖着，
难道你这位新收的弟子有什么特别之处？哪里？他灵力尚浅，又行事鲁莽。我想在座前再调教些时日，再带出来，给各路神君见见。清河，你师傅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把这儿弄得这么热？不是我师傅，是咱师傅。对，咱师傅，他在冰原之下被冻怕了。师傅说，他已经1000年没有感受到温热暖阳之气了，得好好驱寒。他在那儿做什么？这是师傅一直以来的习惯，每天用银河水泡脚，祛湿驱寒，固元养精，益气安眠。哦，怪不得他能成为了活了几万年的师尊呢。原来如此养生，是得好好养生。你也养生？你们也过来吧。好嘞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舒服啊？哎，清河，我有点渴了，弄点水去吧。我是师兄，你是师妹，要拿水也是你去。我年纪比你大，我是师姐，你去。我比你先入门，我是师兄，你去。师傅，你喝的是什么呀？给我喝一口。这是什么呀？师傅的茶你也敢夺啊？师傅晚上喝的可是莲心8苦茶。晚上喝的？那还有早上喝的？对啊，待会儿给你一细讲。从明日起，你要学着给师傅备茶了。师傅1日3时要奉不同的茶。早上呢要备白玉琼浆茶，定神补气；午睡后呢要备云山寿眉茶，清火排浊；晚睡前呢，便是这莲心8苦茶。静心安神，记住了。你都已经活了几万年了，早就超脱了生死，为何还要养生？三界让我好好活着，这修身养性本来就是一种修行。清河，这茶不是晚上才用的吗？为何现在就要采？朝露未落之前才新鲜嘛，快去吧。我去？我笨手笨脚的，万一采不好，会坏了师傅的茶性。你去吧，我正好再学一学。采莲有什么好学的？任谁都会。我还要回去准备早茶呢。采完了早点回来啊，不要让它失了新鲜，再惹了师傅生气。走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，我回去备茶不就得了吗？你在这儿吧。我怎么总感觉你好像在怕什么呀？你不会怕水吧？你不是锦鲤吗？我活了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知道鱼还会怕水。胡说，我有什么好怕水的？只是朝露未退，我怕凉。你这么娇气，如何跟在师傅座前精进啊？不行，今日这莲子你必须得采回来。我是你师兄，更不能助长你这怠惰娇气的性子。好了，我还要给师傅准备早茶呢，早点去，采完了早点回来，不要贪玩啊！拜拜。白岩，都怪你，变什么锦鲤啊？这个封印要怎么解？羽族平生最怕水了，我会死的。师傅，你起来了，我这就去备茶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呢？霓凰呢？啊，我让他去莲湖采莲子了。他下水了？对啊。白岩，快来救我！
我终于知道师傅为什么带你回来了。你都知道了？唉，你知道这世界上最可悲的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是鸟不会飞，是鱼不会游。你虽是锦鲤的化身，但就在湖中溺水。这个事儿啊，落在我头上啊，不，落在任何人身上，都接受不了的。那有什么接受不了的？唉，这次溺水啊，是师兄的错。我是实在没有想到小鱼仙竟然会溺水。还不是拜你所赐吗？不对，是拜你师傅所赐。也是你师傅。算了，白岩呢？他人呢？天宫如此凶险，我是肯定待不下去。你竟敢直呼师傅名讳！哎，我师傅说了，你不能走。自从你回到离境天，一直谢绝各方神尊的拜谒，怎么今日有空，把我请来了？我在冰原沉睡，你替我守护了千年，自该来谢。白岩，你不是会客套的人，有什么事啊就直说吧。如此，我就直说了。那日你曾跟我提起，你说你在冰原之下离境天外捡到了一把白羽灵扇，可否送给我？你要那把灵扇做什么？莫不成你在冰原之下苏醒之时，也感受到了离境天的异动？是清河想要，你是看着他长大的，你也明白，他不常跟我开口。哦，清河想要，自然没有问题。只不过我还得查明离境天的异动是否与那把白羽灵扇有关。灵扇？你说的什么灵扇？住口！不得无礼。清河，带他下去。你说的灵扇是不是？这就是你刚刚说的弟子，看上去要比清河顽劣得多呀。清河，我刚刚已向元佑神君为你讨要了你最想要的法器，只不过这法器事关重大，时机不宜，所以此事先暂且往后放一放。不就是一把白羽灵扇吗？清河想要，过段时日来取便是。清河谢过元佑神君。走。你能不能让师傅省省心呢？还嫌不够丢人呢？清河，你先下去。是。既然灵扇不在你那儿，你为何要把我骗到天宫上来？我可从未说过白羽灵扇在我这儿。好，那你总答应过我要帮我找回白羽灵扇吧？既然如此，我的扇子就在那位神君那儿，我为何不能自己要回来？那你打算怎么去要呢？当着那位天君的面说那白羽灵扇是你的？没错，本来就是我的。那当初你把扇子丢在哪儿了？好，我知道，我闯了结界，要受10方天雷之血，我不想承受那个天雷之血，但那把灵扇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，我一定要找回来。我说过，这白羽灵扇我会替你想办法，但是从今日起，你不得踏出这银华宫半步。为何？难不成你还想溺水啊？倘若你真想出去，必须得有我跟着。这样吧，明日我带你去乌鸦山散散心。这里就是乌鸦山，如此荒寂，我看还不如银华宫呢。那，你在这儿，我先走了。你到底在看什么？啊？是星河？你原来是带我来看星河的呀，还卖关子。今日是28星宿重置星象，是四海八荒千年一盼的景象。你很幸运，被你遇上了。四海八荒的上神都会来吗？他们可没有这般好运气，他们都会去四海之滨。这里曾经是我修炼的地方，
没有人回来。原来你就是在这儿修炼。这里这么荒寂，怪不得你人这么无聊。太美了。小的时候，我姐姐经常带我到丹雪山的山顶去看星雨。只可惜天地之远，我们能看到的只有寥寥几颗而已。如今如此壮丽的星雨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谢谢你啊，白岩。没礼貌，叫师傅。白岩。叫师傅。是白岩。我说了多少遍了，你应该叫我师。这沧海星宇非常的壮观呀，一看便知啊。太白真君，元佑神君，你没去看沧海星宇吗？托桑心中有事，无心赏景，特在此地等候真君，有事请教。不知元佑神君所指何事啊？托桑今日翻阅典籍。1000年前仙魔大战，羽族上神羽青获罪，其族人被贬出神族，其他再无赘述。真君可还记得，这位上神羽青可有血亲？元佑神君，你怎么突然想起要查阅当年之事啊？托桑司长黎敬天巡视之职，如今战神归来，我恐修罗族再起夺令之心，所以追根溯源，防患于未然。元佑神君所言极是啊。当年那羽青爱上修罗族魔尊，引起了大祸。他的真身是羽族之尊，他倒有一个妹妹，自幼养在丹雪山，只是当时年纪还小，不知如今长得如何了。他有个妹妹？是啊。真君，请看。战青灵雨，这不是上世元尊的灵雨吗？怎么会在你这儿啊？跟清河道个别之后，我就送你下界。参见战神将军，天君有令，请战神将军带座下弟子霓凰速往凌霄殿问话。霓凰参见天君。白岩，看看此物，你可认得？白岩曾在元佑神君那里见过这白羽灵扇。那你可认得这把扇子上的那枚战青灵雨？回天君，不认得。回禀天君，战青灵雨是上世元尊羽青之物。1000年前仙魔大战，上神羽青陨身之时，你也在场，怎么今日就不记得了？当时战况激烈，我一心只想守护千秋令，未曾在意其他。这白羽灵扇落在离境天结界外，被元佑神君所得。你自离境天苏醒，难道就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动？回天君，我在离开离境天之时，对这封印和结界进行了筛查，
元佑神君也曾多次巡查，未曾见过任何异动。白岩，你难道就不觉得带有雨清灵雨的扇子，恰好在你苏醒之时出现在结界之外，太过巧合了吗？还有这位小仙，你当时也在离境天内，你难道就没有发现什么吗？师父是真龙战神都并未察觉，我这点修为又怎么会察觉得到呢？如此说来，还真是怪哉。天君，若真是魔界修罗族再次觊觎千秋令，妄图起死回生当年的魔尊和上神羽清，那么这件事情，我们一定要彻查到底。千秋令可以让人起死回生，那能否借我一用？霓凰，白岩，你这收的是什么弟子？竟敢如此口吐狂言！天君息怒，霓凰初上天宫，不知轻重，可能是一心只想着受牵累的族人，还望天君宽恕。受牵累的族人是何族人？在冰原之下的水族生灵。白岩，你是真龙战神，偏袒弟子之事从未有过，为何对这条小锦鲤处处袒护？难道你还有什么难言的苦衷？回天君，我不是在袒护弟子，只是白岩对霓凰一见倾心。白岩，你要清楚，无涯山万年修炼，你是父神座下调教出的真龙战神，你的天职是为三界而生，为三界而战。如今，你却为了一个小仙动了情根，三界的安危又如何系于你的身上？你又怎能担得起真龙战神几万年的威名啊？你们若真当他是真龙战神，便不要折辱他。难道真龙战神只是三界的刀剑，不配有血肉之躯，不配有七情六欲吗？住口！天君之威，岂容你冒犯？简直不把九重天的规矩放在眼里。罔顾礼法，从未见过如此莽撞的小散仙。霓凰，这是天宫，休得胡言妄语。我并不是什么散仙，也不是锦鲤，我乃丹学山火凤上神雨清的妹妹，霓凰。我无意闯入离境天，只当她是被困的白蛇，便救了她。我之所以留在天宫，也只是为了找到我的白羽灵扇。而我火凤一族原本亦是神族，就算他真龙战神为我动情，我亦不觉得我有什么不配。天君，如此莽撞妖女，隐瞒真身，擅闯离境天，破千秋令结界，潜入天宫，种种行迹十分可疑。事关千秋令，还请天君明断。天君，霓凰根本没有错，错在我隐瞒霓凰真身，都是我的主意。当年雨清自破元丹，与玄一同归于尽，才平息了这场仙魔之战。他的本意和初衷是为了三界生灵，而非违背天道。一直觊觎千秋令的，都是修罗族，而羽族因为雨清获罪，被罢出神族，这么多年却也是安守本分，绝无半分怨言。如今的霓凰，更是因为姐妹情深，为了寻找雨清的元丹，才误入离境天。我深恐他再次重蹈雨清的覆辙，才将他留在身边，验证其心。白岩愿以神位向天君作保，霓凰只是懵懂无知，救姐姐心切，绝无觊觎千秋令之心，还望天君明察。霓凰只是一只普通的火凤，她在白岩身边，我查验她数日，发现她天性纯善，绝不会危害三界。还请天君将霓凰
打回丹雪山。白岩，那我问你，你说他是一只普通的火凤，他如何有能力破离境天结界？若是此番脱身之后，再对千秋令有不轨之心，那不留下了祸害？是啊，不能冒千秋令事关重大，可不能让他们走。天君，此妖女是否隐藏神力？投入洪荒井，一测便知。不可！天君，霓凰修为尚浅，倘若入了洪荒井，定会万劫加身，灰飞烟灭。唯有此，才可保千秋令无虞，保三界平安。众神将听令，押送火凤前去洪荒井。你在大殿上带我走，已经触犯了天威，天君会降罪于你的。回去禀告天君，白岩带着妖女躲入了离境天，有结界保护，我们无法进入。是。白岩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从此以后，千秋令便由我来守。白岩，坐。没事。你灵力消耗过深，我不能再拖累你了。你带我回去吧，我自到天帝面前领罪，管他什么释放天雷，我一人承担。不可，以你现在的修为，去领上释放天雷的惩罚，一定会心更难保。我是醉神雨晴的妹妹，他们一定会置我于死地的。但我真的很感动，你能够在众神面前对我表达心意，你能为我有如此担当，我亦愿意为你赴汤蹈火。虽然我只是一只修为不深的小凤凰，但麒麟二字，我懂。我在凌霄殿上只是以战神的名义为你求情，并非为你动情。你也不要为了什么情谊而赴汤蹈火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并非为你动情，救你只是权宜之计。你若并非为我动情，为何要在神殿上自损神威？对你又有什么好处？本来就是我把你从离境天带回天宫，错本就在我，与你无关。救你，只为了博得一时心安。那我们现在的情况，你要如何救我？我都想好了。为了不让仙界天神找到你，我会用我半生的修为帮你封住元丹。元丹封住之后，这三界便寻不到你的灵犀了。这离境天的尽头是一条通往人间仙山的通道，但是从今往后，你不可以再回丹雪山了，不然便会引起众怒。你下凡到了人界之后，可以投身仙门继续修炼。倘若你修炼得道，便有机会重返仙籍。我去了人间，那你呢？我会继续留在天庭，做我的真龙战神。
你渡了万年修为给我，又如何做叱咤三界的真龙战神？你真的以为我不懂吗？你可以为了三界以身奉礼，沉睡千年无人在意。但你若散尽修为，无法为三界而战，这三界众生，又有谁会真的奉你敬你？72座神殿，又哪里有你的落脚之地？不，我不要你的万年修为，我只要你，我只要你继续做叱咤三界的真龙战神。我要你在银华宫饱足食茶，四时俱暖，有情何侍奉，哪怕是天帝也要尊称你一声神君。万年前你在这，万年后你依旧在。而我只是一只微不足道的小凤凰，即使在丹雪山，有没有我都不重要。而对于三界来说，我更是微若尘埃。你放心吧，有什么责罚，我一人去拿。7万年太久，我累了。霓凰，谢谢你把我从万丈冰原下救出来。你说的没错，是你救了我。三界尊称我为战神，所谓战神，也不过就是一个可以封印千秋岭的神器罢了。可你唤醒的不是什么战神，是有着血肉之躯，可以拥有7情6欲的白龙。这几万年来，三界需要我好好活着，可是今天，我需要你好好活着。如果我遇不测，希望来生能在人间再遇到你。追！师傅，你怎么样了？拿着我的秘符，离开离景天去找霓凰，带他离开天界。快去！师傅，那你呢？都别管我，快去！师傅，快去！霓凰，
醒醒，霓凰，醒醒，快醒醒！清河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白岩呢？白岩去哪儿了？我问你话呢，白岩呢？师傅他让我来送你离开天界。他回天宫了。师傅让我送你离开。看来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。我跟你走，我们走吧。是凌霄殿的金钟，师傅他……白岩出事了。白岩，你终究还是回来了。那只妖女呢？你把她留在离境天了？我已用半生修为封住霓凰的元丹，送她离开天界。自此之后，她不过只是一介凡人，对千秋令再无威胁，还请天君放她一条生路。擅自做主，违逆天道，你知道这样做的代价吗？白岩自愿到惩戒台，领受3道天雷。天劫难渡，机缘难明，自得因果吧。白岩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么做值得吗？我为天界征战万年，从未想过值不值得。这次也一样。霓凰，师傅为了救你已经度了半生修为，你快走吧。什么人敢闯惩戒台？你们要抓的人是我，放了他！你倒是有情有义，居然自己回来了。你们要惩戒的人是我，白岩没有错，放了他！他有没有错，不是你说了算。藏匿妖女，屡犯天规，置3界安危于不顾，辜负了3界对真龙战神的敬仰。霓凰，快走！白岩，你能闯结界，破封印，必是体内藏有不为人知的魔力。既然你今日自己送上门来，正好，让我们来看看你的真身。畜生，住手！你有如此真理，还说没有隐瞒？白岩度我半生修为，对付我绰绰有余。白岩，你护了天界万年，今日换我来护你。若这3界要害你，我便与这3界拼了！
七彩火凤，难怪能闯入离境天结界。哦，七彩火凤，万年转世上古的七彩火凤。上古七彩火凤已陨世万年，当年凤凰涅槃，是千秋令诞世。如今现世，实是天劫难渡啊！白爷，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。你是七彩火凤的真身，为何不早点告诉我？我并不知道我是什么七彩火凤。我从小就一身素羽，丹雪山的同类都叫我怪胎。我是七彩火凤又怎么了？火凤一族本就是五彩神域，七彩火凤更是极为罕见。当初七彩火凤渡劫飞升之时，涅槃重生，却酿下祸根，而后被父神打破仙根。可我没想到，你竟是七彩火凤的化身。七彩火凤转世，难道不是好事吗？七彩火凤拥有盛焰真火神力，这一次，我怕是保不住你了。盛焰真火神力，我竟有如此神力，那我便不用白玉灵山，也能找到姐姐仙根了。霓凰妩媚，当你看到这道秘符之时，一定已经发现了自己身世的秘密。当年母亲生下你时，双亲竟发现你是上古七彩火凤转世，为三界所不容。他们不想你此生为此身世所累，于是便耗尽了毕生修为，为你封印了元丹，隐去一身七彩，对外只称你是一身素羽，平凡无奇。他们也因此耗尽心力，陨世了。可天命难违，你的封印迟早有一日会被解开，那之后的路，我们都无法帮你，只能靠你自己了。愿你铭记双亲对你的付出，铭记羽族荣辱，不要以此神力做出伤害生灵之事。无心即暗。原来是我害死了我的父母。霓凰，你不必自责，舐犊情深。想来你父母当初封印的元神，也是为了你好，想你平安喜乐地度过一生。天君，妖女乃是七彩火凤，她在惩戒台上现出了真身，离境天便传来了异动。为了千秋令，为了三界安危，我等已做好了与白岩生死一战的准备。元佑神君，本尊命你带4大护法神将前去将妖女捉拿归案，留其性命，本尊要亲自审问这七彩火凤。坐下领命。白岩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谨遵姐姐的教诲，不会用此神力杀害任何生灵的。
天命难选，但我自己的人生由我自己决定。我只想做一只平凡的小凤凰。白岩，我们走吧。你不是说过，离敬天的尽头有一条通往人间的道路吗？我们一起去。我现在有盛焰真火神力，我可以保护你。即便是天兵天将追过来，我们也不用怕的。如今七彩火凤现身，想走也走不了了。为什么？你可知天庭诸神君为何如此忌惮七彩火凤？这七彩火凤拥有上古的盛焰真火，是可以和千秋岭相通灵的神力。它的存在，于三界要么是福祉，要么就是灭顶之灾。这也是为何你当初可以撞破结界，进入离境天见到我的原因。现在的你，对于三界而言，就是莫大的隐患。所以说，他们如此忌惮于我，就一定不会放过我的，对吗？也好，那我就让他们彻底安息。你想怎么做？我不会做什么的。我们回去领发吧。我只想陪着你。你救过我，我救过你。我们的命是彼此的，要为彼此负责任。你确定了吗？好，你这就跟我走，我们去天庭，我去向天君请命，请他剖离元丹，推去盛焰真火。剖离元丹？那我的记忆就都没了，我不会再记得你了。我不想忘了你。记不记得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会让你留在银华宫，一直陪在我的身边，好吗？好，你别骗我。有我在，不怕。白岩有重伤在身，你们连真龙战神都不放过吗？白岩之过，自有天君惩戒。我等是来捉拿你这个妖女的。就凭你们，不怕我的盛焰真火把你们烧个灰飞烟灭吗？盛焰真火虽然厉害，可也抵不过天地正道。除非你屠尽我10万天兵天将，否则今日我等誓要将你捉拿回去领命。只可惜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我打算亲自到天帝面前领罪。陀桑，霓凰我可以交给你，但是你必须得答应我，在天尊降旨之前，不能动他分毫。好，我答应。白岩，我现在就去天君御前领旨，我和霓凰该当何罪？请元佑神君静候天旨。
原来你是万年转世的七彩火凤，如今现出了真身，三界自然容不下你了。不过，你若是肯交出与千秋令通灵的元丹，我倒是能够想办法帮助你。我再傻也不会相信你。若不是你赶尽杀绝，我们又怎会落到如此境地？你确实够傻，你别忘了，白岩与我都有守护千秋令的责任。既然要扫除千秋令的隐患，必要取你的元丹。只要将你的元丹剖离，再无反抗之力。只需一只虚空鼎，便可将你化于无形。白岩他一招做绝，日后永不相见，倒是利落。不许你污蔑白岩。剖离元丹是我自愿的，我要留在银华宫，看他再披战甲，斩妖除魔。留在银华宫，那不是要将一代战神与七彩火凤的荒唐往事，日日夜夜在天庭神君的眼皮子底下传下去？他堂堂战神，会受此污名吗？他只不过是在利用你罢了，你却愿意在此傻傻的等。胡说！我就算剖离元丹，也与你毫无关系。好，我无所谓。那就等着你的元丹剖离之后，看他会怎么对你吧。天君，白岩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七彩火凤和千秋令通灵，离境天封印结界，便会再有异动。白岩为天界征战数万年，不忍心再看到生灵涂炭，还请天君让白岩去平息此劫。你终于悔过了。白岩已说服霓凰，明日在惩戒台剖离元丹，褪去盛宴真火神力。自此之后，他和千秋令便再无关联。但有一件事，还请天君恩准。战神将军，若能不动刀戈平息此事，有什么请求，本尊自会酌情宽待。当初我沉睡在万丈冰原之下，是霓凰闯入结界唤醒了我。各路神君和我都在怀疑他的来路和身份，但如今看来，倘若他自知有盛宴真火神力，觊觎千秋令，那当日从冰封之下破冰而出的便不会是白岩，而是千秋令了。他本身就是七彩火凤转世，他并不自知，这是他的天命，亦是他的劫数。他已经答应我，明日在惩戒台上剖离元丹，褪去盛宴真火神力。自此之后，他对于三界而言便再无威胁。还想请天君把他贬为一低品仙娥，留在我银华宫中。白岩，你是三界的真龙战神，神威赫赫。银华宫若有一只受了天谴的七彩真凤留在宫里，日后年年月月，会传出多少荒唐话本，传遍三界。我天庭的真龙战神，神威何在？你若还不能断了此心，此事我还是另作处置吧。就是要用这把匕首来剖我的元丹，会疼吗？放心，我在。
说过相信你。来吧。我不怕，动手吧。战神将军，您要的虚空鼎